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David. 大家好，我是 David，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是我Stress 克隆系列视频的第5期。本期视频的主题是关于2个组件实现的逻辑的介绍，一个是Hideable Component， 还有一个是 Image。这2个组件都是第4期当中提到的 Intersection Observer API 的这个属性的使用。依然是我给我的频道设置了2个里程碑事件。第一个的话就是当我的订阅数达到500的时候，我会把项目的前端代码开源出来。当订阅数达到1000的话，我会把我的后端的代码开源出来。虽然说目前距离的话还是十分遥远，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的话，有可能会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说你对 Stress Web 端的技术栈感兴趣，乃至于对它整一个产品感兴趣的话，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只有在我的频道，你才会得到Stress 的详细的最细致的解读。那么回到本期视频的话，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关于近2周以来对于 Fake Stress 这个网站对于原站的一个更新记录。近期的 Stress 有两个重大的事件。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 Taylor Swift 入驻了 Stress， 然后在产品侧的话，在 Web 端，这里我只关注 Web 端。Web 端的话 Stress 也有相应的更新，就是当你的帖子当中有提及到 Taylor Swift， 然后对帖子交互的时候，比如说点赞的时候，它整一个会有一个交互的动效，就是会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星星，但是这个交互呢已经过了时效了。关于 Taylor Swift 的帖子上的一些交互互动呢已经没有了。其次呢就是还会有一个徽章，这个徽章已经下线了。我觉得这个对Stress 对于 Taylor Swift 的这个入驻的话给足了面子，就是十分的重视 Taylor Swift 的入驻。我觉得像 Taylor Swift 这种体量的明星的话，对于入驻 Stress 对 Stress 的知名度的话会有一个传播和知名度的话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是第一个事件。第二个事件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也是Stress 产品端的一个比较重大的更新。这里的更新就是指帖子侧的一个展示。之前的话比如说这里我点了这个Rote Landing 这个用户他发布的帖子，当我点进去查看详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之前 Stress 这里的展示，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是有那种 struggle， 它称之为 struggle 的一个曲线的，但是这里统一都变成了直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更新。我个人认为它 Stress Web 端它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就是因为原来的那种 struggle 的那种展示方式的话，在交互上面就会让用户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第一次使用 Stress 的用户来说的话，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为什么这里会展示一个曲线，然后有的时候呢又是直线。那么第一次使用 Stress 的用户会感到非常困惑。而且这个用户呢之前他有可能是使用 Twitter 的，但是 Twitter 的话像这种交互的话，它这里是统一的话都是直线的。其中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它的考量的话就是用户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曲线，什么时候它会展示
直线，而且这个交互比较，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说在Threads 它近期的更新这里呢，是把这个曲线统一度变成直线。这种改变也是交互的话，也是逐渐向 Twitter 靠拢吧。这是近期Threads 的比较重大的两个更新吧。一个是关于 Taylor Swift 入驻的时候的一些产品端的一些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帖子展示的时候的原来的 Squiggle None 这种是被抹掉了。然后整一个帖子的动态的话，你必须要点进去，要在这里才能看到它的这个动态。之前的话点这个之前的话它是直接可以在不用点到帖子详情里面去，直接在帖子外面就可以去看到整一个帖子的那个交互动态。其次呢，还有一些更新点呢。还有这个更新点的话，主要有以下几个更新点。第一个的更新点的话，就是添加了首条推文的这个新的这个 icon。就是如果说你是用户第一次去发这个推文的话，这里会有一个新的 icon。第二个的话就是首页这里呢，添加了这个为你推荐，还有就是这个以关注用户的切换的这个按钮。再就是呢，还有一点更新，就是在已关注用户这里会把，如果说会展示出你关注用户转发的这个帖子。当然这里会有一点实现那个 bug， 这个后面再去做这个功能的详细介绍的时候会把这个问题讲出来。然后还有就是修复了一些 bug， 就是修复了use cache state 这个 hook 的 bug。这就是这2周以来 Threads 对于 Threads 的一个更新的内容。那么今天回到本次视频的主题，第一个组件就是 Hideable Component。这里的这个Hideable Component 它的主要的使用是作用于那个 Visual List， 就是虚拟列表的。这里 Threads 的它的虚拟列表的实现方式呢，跟我们传统的虚拟列表的实现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里它也是使用到了 User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Threads 它的原站这个它的那个 Visual List 的一个表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Post Item， 找到这个 Post Item 这个元素。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整一个 Post Item 的这个列表。现在呢，我逐渐的去往下滚动，大家可以看到，在元素上面，在没有滚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一个高度的 min height。它这里最近可能又有更新了，之前这个不是 min height 就是 height， 可能它有一些逻辑的更新，但是整一个实现思路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你看，当我滚动这一个，当我滚动屏幕的时候呢，它也会有这个，它也会有类似于传统 Visual List 的这个站位的这个高度，但是呢，它新增的，稍等一下，看它加载，但是你注意看一下，它又跟传统的虚拟列表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在它的容器的
它没有去改变容器的这个比如说 margin 或者是 pending 去实现，它是直接隐藏掉了这个item 组件，就是这个展示的这个 item 的组件的内容，直接把它隐藏掉。然后，但是 item 的这个副组件，就是这个容器的这个高度呢，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虚拟列表的这个实现方式呢，主要是隐去了这个 item 的内容，把 item 给隐藏掉了。然后，其次呢，这个 item 的容器是一直都存在的。那继续往下滚，其实 item 的这个副元素的个数是没有少的。那么这里我们对比看一下传统的 Visual List 的它的一个实现 Visual 随便找一个库看一下。再找到一个。这里我们看一下，像这种传统的虚拟列表的实现方式的话，它在整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呢，它的那个数量是一定的，但是呢，它怎么样去模拟这个滚动条呢？那就是通过控制这个副容器的，要么就是通过高速控制，要么就是通过 pending 去模拟这个高度，这是两者实现的一个差别。我觉得像是Threads 它的这种实现方式呢，相对于传统的Visual List 的实现的方式的你说它的优点的话，我觉得它的颗粒度控制的更细吧，就不用去监听副容器的像它的 score 事件了，你直接去可以控制那个 item。那么它也有缺点就是呢，你的整一个 item 的那个负极元素是一直都会存在的，等于说你在你的visual 你的这个 list 这个 item 的这个个数呢是一直都不会变的，它减少的只是隐藏的只是 item 的那个结构，但是 item 的item 的这个容器呢还是一直都在的。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Hideable Component 的这个主要的实现的代码。其实这里实现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只有70行左右不到的代码，然后它考虑的一些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充分。然后刚才我也看到Threads 它又对这个组件进行了更新，因为我刚开始实现的话，它这里的高度呢不是 min height， 可能它做了一些优化，由原来的 min height 变成了 min height。那后续我再去更新看一下它是做了哪方面的更改。那么下面我们去看一下它是怎么去实现。它主要还是利用了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 通过给这个去监听 item 的这个副容器，就是它的副容器的是否展示和隐藏，然后去动态的控制是否要展示这个 item 内容。这里有一个 hide 这个属性，这个属性呢就是用于控制是否展示这个 children。那么如何去控制这个 hide 属性呢？主要就是通过了那个 intersection 的这个 API， 通过在 intersection 的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呢，通过它的这个 entry 的这个属性，它的里面的一些参数去做判断它是否出现，如果出现在视口当中呢，就让它展示出来。同时呢，如果它被隐藏了，就是它已经离开视口了，有一段距离了，那么就把它的那个
就把它的这个 head 置为 true。同时呢，因为它有一个占位的过程，那么当它首次渲染的时候呢，你需要去通过 getBound send react 这个 API 呢去获取它的高度，然后把当它隐藏的时候呢，就需要设置这个附容器的高度，这样就可以达到模拟那个滚动条的那个这个功能。那么当你的元素隐藏的时候呢，它这个滚动条才不会抖动。其实代码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再介绍本次的第二个组件，叫做 image。这个 image 的话，主要是通过利用了这个 user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 实现了那个图片的懒加载。其实它的原理也和之前的 hideable component 的这个类似，主要就是通过控制通过这个 API， 当然这里不是使用了原生的这个 API， 如果要方便起见，我是使用了这个 React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hook。这个 hook 呢，方便我们去控制这个，更方便的去使用这个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 API 这个 API。这里呢也是通过这个 API 来通过 InView 这个属性来判断这个 div 是否出现在视口当中。如果已经出现了的话，那么就把当它出现的时候，看一下，对，当它出现了的时候呢，就把真正的这个外部传入的这个 src 呢付给 image， 同时呢监听这个 image 的 unload 时间。当图片加载完成呢，就设置这个 node 的这个属性为 true， 同时呢需要把原来隐藏的这个属性置为空。因为当你的那个图片没有滚动到视口的时候呢，它的这里是 display long 的。它之所以 display 为 long， 就是因为你的图片没有设置这个 src 的话，它图片会破图，主要是为了兼容这一点。同时呢给这个 span， 就是给这个图片 loading 的时候加了一个 span， 加了一个 loading 的那个 placeholder。这里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实现效果。你看刚才就有一个短暂的 loading 效果这里看到比较明显了。当图片没有加载完成的时候，它这里一直会有一个 loading。那么本次视频介绍了两个组件，一个是 hideable component， 一个是 image 组件，介绍到这里就差不多快结束了。总结一下，本期视频呢主要就是介绍了 Threads 近2周以来的一个比较大的更新。在交付方面的话，主要是为了应对 Taylor Swift 入驻 Threads， 在交付上面做了一些特殊，新增了那个跟 Taylor Swift 互动的那个 icon， 就是徽章。还有一个就是当点赞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殊的动画。当你点赞跟 Taylor Swift 相关的那个帖子的话，它这里会有一个动画。其次的话，就是 Threads 在post 展示方面呢，逐渐向 Twitter 靠拢，取消了原有的这个帖子展示的 struggle， 就是曲线那种方式。比如说这里还能看得到之前的那个曲线。稍等，之前的如果说就是这种互动的这个帖子的话，帖子之间有多个回复的话，它这里是这种曲线的方式。还有的话就是介绍了两个组件，一个是 hideable component， 还有一个是 image 组件。这两个组件的话，也是利用到了第4期当中的video scheduler 这一个组件使用到的 API 叫做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通过这个 API 能够知道当你想控制的元素是否出现在视口，或者是说它已经在视口当中消失了，它会触发对应的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回调函数当中会把当前这个元素的这个位置信息给返回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特性来完成各种各样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这里的话，主要就是实现了图片的懒加载，还有一个类似于虚拟列表的一个组件。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